Hello，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iPhone 14，一部分人已经拿到货了，我这边还在犹豫到底买哪一款。看了很多大神的评测思路的理解，我这边有一个预期的想法是选择14 Plus 为什么不选择14 Pro？ 为什么放弃了灵动岛？因为我当时看发布会的时候，觉得灵动岛还是很犀利很强的，就是把明明很丑的挖孔设计的这么生动，适配层面上的个人感觉不太成熟，还要再等一等。这一代的 CPU 处理器跟上一代其实差不了多少，我之前看那个极客湾的整个的这个性能测试，处理器的散热功耗比这些 A16 的话性能其实提升不是特别明显，就是算是有史以来最没有提升存在的状态。14和14 Pro 这两个大的系列里，整个对机身的内部设计又重新改了，对散热其实有很大的提升，就包括14跟13的散热水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会选择14 Plus， 优势就是在于它的屏幕大小 6.7 英寸的，机身会变得更大，性能释放会做得更好，散热也会比这种小屏的 6.1 英寸的要来得更高效它的续航那就没得说了，续航的话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在宣传当中也是这么说的，电池呢是全系列排名头部的，采用的技术会更少，功耗的消耗呢也相对来说会少一些。海屏的话目前看还是比较成熟的。好，最后再讲讲这个灵动岛。这个灵动岛目前看他们那个开发者文档说的是没有跟通知整合在一起的，但我倾向于这个东西呢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还是要跟通知进行联动，会更好的利用灵动岛呈现效果。如果是我当初所想的这个状态的话，会去考虑灵动岛。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了苹果14值得分享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